第1139章吸纳。房间之内，萧炎目光火热地望着先前房间中泛起波动的那一处空间，脸庞上有着一抹难以掩饰的震惊与惊喜之色。在先前进入修炼状态的那一刹，他分明极为清晰地感觉到了天地间灵气的存在。灵气是一种极为玄异的能量，它并不具备斗气那般的威能，但对于灵魂来说却是绝大的滋润之物。但灵气似混沌一般，极难感应。在远古时，那些炼药师也是因为有着一些特殊的魂技，方才能够感应到灵气的存在，并且将之吸纳。但如今的时代，那些所谓的神秘魂技早已经消失殆尽，很少会有炼药师懂得如何感应灵气，以及并且将之吸纳。为了能够感应到灵气，萧炎不知道使用了多少种手段，但除了2次在进入那种奇异状态时，最后依旧是无补于事。这也令得他相当的无奈。灵气这种东西，对于如今的炼药师实在是太过奢侈了。脸庞之上的惊喜之色逐渐的收敛，萧炎压下心中那波动的心境，然后再度缓缓沉神，而其嘴中也是不断的念叨着那从运灵粉尘之内得来的一段口诀。萧炎的闭目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房间之内那平静的空间终于是再度泛起了一丝细微的波动。这一次的波动，萧炎并未在大惊失色，在他的感知中，这片原本充满着天地能量的虚无天地间，突然出现了一缕缕极为细小，宛如混沌般的淡淡气流。这些气流隐藏得极深，被那些浓郁的天地能量遮掩而下。若非因为那口诀缘故，萧炎也定然不可能将之寻找而出。这些便是灵气吗？萧炎的心神注视着这些极淡的气流，片刻后略有所悟。这种灵气极淡，而且也极为的脆弱，即便偶尔被人吸入体内，略一运转，便是会被周遭的天地能量揉碎。难怪很少会有人能够感应到灵气的存在。首次在正常修炼状态下感应到灵气的存在，萧炎心中也是颇为欣喜。只要将这些灵气成功吸纳，那伴随着灵气逐渐充斥灵魂，他的灵魂迟早会进入那所谓的灵境，而到时候他的炼药水平便定然能够达到8品宗师层次。7品为大师，8品为宗师，短短1品之差，却是道尽了这2个级别之间那难以跨越的差距。只要萧炎能够顺利达到8品炼药师的层次，即便是斗尊阶别的超级强者，也将会对其客气有加。有了这个身份，萧炎心中清楚，即便是去轩儿那古族之中，那份待遇也定然不会低。毕竟8品炼药师，即便是放眼斗气大陆，也是相当稀少的存在。为了一枚8品丹药，一些斗尊阶别的强者绝对会甘愿屈身来为你当打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事。心中闪过这道道进入8品炼药师后的待遇与好处，萧炎心头也是泛起一抹火热，旋即急忙凝定心神，然后便是突然愣了下来。愣下来的缘故，是因为萧炎突然发现，他似乎根本就没有吸纳灵气的法门。那无名法诀给予了他感应灵气的本事，但却并没有给予他吸纳灵气的门路。灵气并非是如同天地能量般可以随意吸取，这东西极其的脆弱，稍稍一挤压便是会消散而去。若是没有特殊的法门将之从众多天地能量中抽调而出，根本就不可能将之成功吸收。萧炎犹如傻子一般的愣在当场，一时间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好不容易感应到了灵气的存在，结果却是发现不能吸取。这就如同他发现了一个放满黄金的宝库，但到了这里的时候，却是发现宝库被上了重锁，只能隔门而望，但却不能将之装进自己包里。唉，这口诀应该还有后面的，我所知道的这段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半晌之后，萧炎终于是回过神来，苦笑着摇了摇头，道：叹了一口气，萧炎发呆了片刻，终于是狠狠一咬牙，万事开头难，他就不信，他连这最困难的开头都是熬过来了，还解决不了这后续的事。既然没有吸纳灵气的法门，那他就用最笨的办法，鲸吞吸纳。心中打定了主意，萧炎再度进入修炼状态，然后嘴一张，便是狠狠地将一股混杂着许些灵气的天地能量给吸入体内。这股能量刚刚入体，还不待萧炎来得及控制，其中所掺杂的那一缕脆弱灵气，便是如同瓷瓶般砰的一声被挤压成了一团虚无，消散不见。第一次的失败并未出乎萧炎的意料，这种事若是第一次成功了，那就才真是奇怪了。将那吸入体内的天地能量炼化成斗气，融入体内，萧炎又是再度吸入一股天地能量，
而这一次，在天地能量刚刚入体时，他便是闪电般的将那掺杂着一缕灵气的能量切割而开，然后开始小心翼翼，犹如抽丝剥茧一般，一缕缕的将那些围绕在灵气周围的能量分化而开。这是一个极其考验操控的活计，即便是以萧炎的控制力，也是失败了将近20多次，方才逐渐成功的将一缕不足手指大小的淡淡灵气从那团能量之内分化而出。望着这缕几乎花费了将近1个多小时方才成功弄到手的灵气，萧炎也是如释重负般的松了一口气。所幸依靠着那无名口诀，他能够感应到灵气的位置，不然的话，这种抽丝剥茧的方法也是完全行不通。而且即便是如此，那所消耗的时间也的确是太多了点。但萧炎也明白，这种事若是做得熟练了，应该便是能够提升一些效率。虽说还是无法与使用正统法门吸纳相比，但至少是能够让的灵魂内的灵气越来越充裕，达到灵境，突破至8品炼药师，也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萧炎心神小心翼翼地操控着这缕细小的灵气，逐渐的上移，然后钻进眉心之处。随着这缕灵气前进眉心之内，萧炎顿时感觉到脑海内传来一阵细微的清凉之感，心中立马被惊喜所充斥。他明白，这是灵魂之内灵气增长之后方才会出现的现象。显然，他的这办法虽然笨拙，但却的确是有着一些效果。不管怎样，至少是比毫无收获的来得强。没有正统的魂技修炼之法，果然困难。再将这缕灵气融入灵魂之内，萧炎也是忍不住的苦笑了一声。光是剔除这么一缕灵气，便是消耗了他1个小时的时间，这等付出与所获，可是相当的不成比例。但此刻的他也是别无他法，毕竟蚊子再小也是肉。若是别的一些7品高级炼药师知道他能够吸纳，虽说只是一小缕灵气的话，他立马就是得极度的眼睛血红。在心中自我的安慰了一番后，萧炎叹息一声，再度凝神进入修炼状态，然后继续开始进行这无比艰难的剔除灵气的复杂工作。1夜的时间便是在萧炎这般废寝忘食的修炼下迅速流逝。当一缕晨辉轻洒进房间之时，那盘坐在床榻之上的萧炎方才缓缓睁开双眼，漆黑的双眸中看上去格外的灵动。1夜努力，萧炎成功的吸纳了8缕灵气，而这还是后来越来越熟练，缩短了不少时间方才有的成果。吸纳了8缕灵气，也是令得萧炎灵魂之内的灵气越来越充裕，因此经过1夜的消耗，不仅未曾让的萧炎有丝毫疲累，反而是有一种极度清爽的感觉，完全不亚于修炼1夜之后的状态。呼，长长的吐了一口气，萧炎从床榻之上跃下。1夜的成果，说起来他也算是颇为满意。虽说这1夜无法和进入状态后的成果相比，但却胜在可以长久。日后萧炎只要乐意，随时都可以吸纳灵气，按照这种速度达到8品炼药师，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略微整理了一下衣衫，神清气爽的萧炎便是推门而出。在其走出房门时，只见得前方的院落中，叶仲、小医仙等人早已站立在此。在房门开启时，叶仲便是连忙抬头，见到萧炎状态颇佳后，方才松了一口气。萧炎冲着几人笑了笑，他自然是知道叶仲的紧张。今日便是那所谓的5大家族考核了，而今日的考核也将会决定叶家以后的命运。这一切全都是扛在萧炎一人的肩膀之上，甚至可以说，叶家所有族人的生死命运也全都掌握在萧炎掌中。萧炎先生，可曾准备好了？叶仲拱手沉声道，他也非常今日对于叶家来说将会是决定命运的一天。望着叶仲那张苍老面庞，萧炎缓缓点了点头，深吸一口气，然后率先对着叶院之外行去。一道爽朗笑声令得前者紧绷的心略微松缓。走吧，今日便让我来会会这所谓的5大家族究竟有着何等的能耐。